大家好，我是苏珊，欢迎来到 Garden 365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我在室外种的露天过冬的辣椒。虽然辣椒可以多年生长，但是如果冬天没有暖棚，效果并不好，还不如每年种新的辣椒苗，这样辣椒的品质和数量都会好很多。不过去年我尝试着用一个简单的方法，让几棵牛角椒安全地过了冬，结果出乎意料，早早地结了辣椒。看来这个方法可行，露天辣椒也可以安全地过冬了。方法非常简单，就是在秋天粗略的剪枝之后呢，用大的塑料袋或者塑料薄膜把辣椒苗给罩起来，再加上春季的根部保温和追加肥料，这样就能让露天的辣椒秧早早的结辣椒。我和我今年新种的辣椒苗对比了一下，粗略的估算，结的辣椒最起码提前了2个月，这样在今年的新辣椒苗结辣椒之前，我们就有新鲜的辣椒吃了。这个塑料袋我套了一个冬天，上面呢我用一个小夹子封口，里面呢我还插了几根竹竿，把塑料袋给撑起来，这样新长出来的辣椒叶就不会一直贴在塑料布上。冬天塑料袋里的潮气很大，如果辣椒的叶子一直贴在塑料布上，时间长了很容易生病。塑料袋的大小我们需要根据辣椒苗的大小进行调整，尽量给辣椒一个宽松通风的生长环境。塑料袋的下方也不要直接贴着土壤，留出1-2公分的空隙通风。那么过冬的辣椒怎样剪枝好呢？这一棵3根主要的分枝上方我全部剪掉，想让它在主干上发新芽。主干下方这些新发的小芽全部打掉，因为我不想新长出来的辣椒侧枝长得太低，太靠近地面。说明一下，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让露天的辣椒过冬，所以想尝试几种不同的剪枝方法，让它更适合我们的家庭菜园，更好操作。为了形成鲜明的对比，旁边这棵呢，我剪枝的时候就又多留了2根侧枝，没有剪得那么凸，这样新长出来的侧枝都长在了高位的节点处。在春天摘掉塑料袋之后，我又进行了第2次修剪，因为新叶这时已经都长出来了，就把老叶摘掉。感觉这棵分枝长得最大，应该能早结辣椒。我们再来看看第3棵，虽然和前一棵一样，我在高位留了2个分枝，而且在节点处都已经开始发芽了。不过较大的新枝都长在了主茎的下方，所以我就决定把上面留的侧枝全部剪掉。这一枝经过1冬天已经干枯了，本来就不能发芽。这枝虽然很健康，也发了新芽，但是我也把它剪掉，因为下面这些新长的侧枝就够了。这样处理之后，这棵辣椒就矮化到了30公分左右。第4棵我就把上面长得比较乱的侧枝稍微修了一下，1冬天也没有给它罩塑料袋，让它随意的生长，结果就是分枝长了很多，叶片很小。相信大家在菜园里的过冬辣椒，如果不去照顾它，应该就长成这个样子吧。1个半月后，我可以收获辣椒了。大家还记得这棵辣椒秧吗？就是它，果然它最早结辣椒。明年的过冬辣椒我就准备这样剪枝。今年我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需要解决，就是现在花开的太多，辣椒结的太多，但是辣椒的个头并不大，而且呢形状不太整齐，看来还需要继续剪枝。这棵辣椒秧也开满了花，就是我们剪完枝只有30公分高的辣椒秧，侧枝都长在了主干上，而且侧枝长得很健康，也很粗壮，已经开始结小辣椒了。这棵辣椒我准备要给它进行第3次剪枝，不留这么多新枝。我希望它结出的辣椒的品质能够和我们今年新种的辣椒一样。如果成功了，我就以短视频的方式分享给大家。再看看这棵没人管的辣椒秧，居然也结了许多辣椒，但是大多数的辣椒都是畸形椒。过冬的辣椒剪枝是必须的，尽量早点剪，让它早发新枝，然后留一些健康粗壮的新枝，让它结辣椒。那到底留多少合适呢？我也在尝试，今年是第1年，我觉得新枝留的太多了，虽然花多果多，但是辣椒的形状并不理想。这是我今年新种的辣椒苗，只有这么小，过冬的辣椒都已经开始结辣椒了，时间确实提早了不少。我们现在就把这棵30公分高的辣椒修一下枝，
我就挑一些细的枝剪掉，最后留了5、6枝侧枝。剪完了之后就是这样的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希望这颗接的辣椒的形状能够比较理想。现在看看叶子是很健康、很光亮，和当年种的辣椒秧别无两样。春天为了根部能够保温，我把罩在辣椒秧上的塑料袋剪开，直接铺在了根部。在塑料袋的接缝处，我压了一个花盆，风就吹不起来了。春天的时候，根部保温很重要，它能让辣椒秧长得更快。肥料我就用蚯蚓肥，2个星期浇一次，没有在土里追加其他肥料，因为我平时用的羊粪呢颗粒比较大，直接撒在土的表面呢也不太适合，所以就用液体肥。这个蚯蚓肥是加过水的，虽然颜色还很深。大家可以把家里有的肥料泡水之后再用，这样呢就方便多了。最主要不会伤到辣椒的根。浇完肥之后呢，我就把塑料布再盖好。因为我们自己家种只种几棵，用大的塑料袋、垃圾袋都可以。收获辣椒的时候到了，这是我第一次收获过冬的辣椒。大家不要嫌弃我种的辣椒长得难看，相信再经过几年的尝试，我的第一批越冬辣椒一定会越长越漂亮的。这个视频分享给喜欢吃辣椒的朋友。就算家里没有暖棚，我们也可以让辣椒安全过冬，而且还能早结辣椒。在辣椒还没有上市的时候，您就可以吃到自己种的新鲜的辣椒了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